化石燃料的燃烧一直在排放二氧化碳。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气候变迁，你们的小孩会受最大的伤害。温室气体剧增，暖化问题日益严重，全球气温连续3年创新高。2016年，人类史上最热的一年。我们居住的地球还有多少能耐承受一切？会不会有一天，地球变成发烫的火球，人类只能另寻其他星球居住？谁都不敢保证未来，只能确认现在。如果不是这一群穿着绿色盔甲的战士守护着我们，地球恐怕陷入险境。迷雾般的森林藏有什么神秘力量？它们不断给人类寄出警讯，又有谁能读懂这些关键讯息？这个是七兰山研究样区，我们在这个地方从事雾的沉降、养分循环，还有森林的碳收支的研究，已经有10多年了。张世杰，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副教授，试图解开森林密语。跟着教授，我们来到鸳鸯湖自然保留区，台湾保护区等级最高的地方，位于七兰山国有林区内的精华位置，介于新竹、桃园及宜兰县交界处。鸳鸯湖这个天然的湖泊，因为它被保护住了，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天然湖泊不受人为干扰的情况之下，这个湖泊生态系统如何运作啊，包括它的生物多样性哈，包括它的碳收支、养分收支、水文的收支。如同仙境般的天然湖泊，藏有许多线索，尤其高耸矗立于此的树木。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有很多的老树，像这个台湾杜鹃，它的年纪可能都100年以上哈。那像这个台湾扁柏，它的年纪可能在数百年到数千年了。它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大约是人类的10倍，寿命至少是我们的5倍。历经人类来不及参与的过去和未来，眼看地球环境遭受破坏。他们是最沉痛的目击者，因为再痛再难受，也只能沉默。想打破沉默，张世杰常年在此做研究，抓着枝干爬过斜坡。我们就要走一小段小山坡，才有机会近距离看这个树冠层。发现了有一个地方不容易到达，却藏有最多讯息。来到这边看这个树冠层哈，因为这个地方是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非常旺盛的地方，那也就是碳循环非常旺盛的地方。尽管它是静悄悄的，事实上是有非常忙碌的事情在进行的哈。什么是碳循环？植物生长需要二氧化碳和水，可见光。化学过程就是植物利用这些资源制造葡萄糖，这个过程称为光合作用。碳循环就是我们的树叶哈，它借由光合作用把大气里面的二氧化碳吸收下来，然后进到植物体内。那进到植物体内后，就变成有机碳储存在体内。
再通过生物呼吸和细菌分解作用，又从有机物质转化为二氧化碳进入大气，这是自然界的碳循环。不料人类却破坏它，因为工业革命以来，人类使用大量化石燃料，来自动植物残骸埋于地底，经过常年热能压力作用而成。燃烧过程又释出热能跟二氧化碳。我们持续的在排放二氧化碳，持续的在排放，比如说甲烷这些温室效应气体。那我们要预测，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，我们的温室效应到底会如何发展？也就是说，全球温度会不会再上升？最严重会如何威胁人类？想解开谜团，得先掌握一个关键问题，就是陆地生态系统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。这就是台湾扁柏的叶子，你看它是一种鳞片状的叶子。为了找寻解答，张世杰跟研究团队2002年开始选在基兰山样区台湾扁柏森林生态系展开研究。一眼望去，绿意盎然的森林就像一部大型的二氧化碳吸尘器，吸收多少，光靠人力根本无法计算。为了方便调查，搭建了24公尺高的通量塔，研究二氧化碳收支的高塔。是另外一组吗？因为地处雾林带，时常多雾下雨，设置仪器必须风雨无阻。研究团队也得在狭小空间内完成任务。利用这样子的仪器，然后再推算这个整个森林有多少叶子，那我们就可以来推算说，这整个森林它的光合作用跟呼吸作用的能力到底有多少。全球首创的科学仪器运用什么方法来推算辽阔森林的碳收支？所有的气室的打开、关起来，以及控制气体的管路从哪一个气室要传送进来这个地方做分析。气室是运用这个透明箱，把叶子夹在密闭空间中，算出植物行光合和呼吸作用。为了扣除呼吸作用，罩子遮盖起来阻挡阳光，让植物行呼吸作用，两者所分析出来的数据相减，就能获得答案。台湾扁柏它的净光合作用的能力大概是每秒钟每1平方公尺这样子的叶子，它大概可以吸收大概3个 micromole 的二氧化碳这个数据推算出样区每年每公顷能吸收大约55公吨的二氧化碳。简单来说，这片森林能吸收5个人1年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量。因为台湾每年每人平均排放10.7公吨。这些数据还被扣除植物行呼吸作用所吐出的二氧化碳量，再加上这个数据，也只是一小块拼图。如果想要知道全球森林能吸收多少二氧化碳，还得靠全球生态学家一起努力。那我们好像把全世界的森林的碳收支把它拼凑出来，好像大家在拼拼图一样，把它拼凑出来，那我们就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我们的碳收支的状况，也有助于预测未来的状况。只是地球如今的处境，恐怕等不到看清全貌。现在能做的就是减少碳排放，滥砍森林。不过最大的错误就是这个气候变迁，所以现在这个全世界最重要的，这个不是一代可以做下来。要留给下一代什么环境？是丰富生命力的树冠层，云雾缭绕的绿海森林，还是荒凉至极，再也无法居住的地球？